我现在到济南大明湖了。大明湖就是乾隆皇帝认识夏雨荷的地方。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很有名啊。有一首诗是专门写这里的嘛：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进去转一转，这个济南三大名胜之一。济南最有名的还有那个趵突泉、千佛山，这个是另一个三大名胜。大家看那个牌楼上大明湖的名字，它多了一点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趵突泉的突啊，它少了一点，就是水从那边跑到大明湖来了。进去看一看，走。我们走在济南呢，会发现非常多的柳树。那柳树呢，也是济南市的市树。济南市的市花呢，就是荷花。当年刘凤诰啊，写下了济南市的市联，叫做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幅联啊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数字联，4对3，1对半。其次呢，它把济南市的市树和市花以及整个大明湖的样貌呢，都描绘在其中了。那当年刘凤诰啊，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呢，乾隆皇帝呢，看他是一个独眼龙，就想呢，我就考考你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才能。于是呢，乾隆皇帝出上联，说独眼岂能登皇榜。刘凤诰呢，不加思索地答出下联，说半月依旧照乾坤。那乾隆皇帝还是不太服气，说又出上联，东启明，西长庚，南起北斗，朕乃摘星汉。刘凤诰想了一下，说春牡丹，夏芍药，秋菊冬梅，晨本探花郎。那当时呢，乾隆皇帝呢就钦点他为探花郎。后来呢，任到了山东，做了山东布政使。我们山东的老百姓啊，就经常说刘凤诰啊是问皇帝要了个官来当的。那么当年呢，他在济南为官，来到大明湖以后呢，为眼前这一片大明的景象所震撼，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绝唱。站在大明湖的北岸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千佛山的，就是这座山，它像不像一个卧着的佛像啊？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身体，这边是腿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千佛山可以倒映在湖面上，这个叫卧佛倒影。大明湖还有一个神奇之处，就是这湖里面没有水蛇而且呢，这湖里面有青蛙，但是不会叫，很神奇，现在还是未解之谜啊。站在这岸边能看到青蛙，但是听不到蛙叫，专家也解释不了这是为什么后来很多民间的人是这么说的，说是这个大明湖的湖水，它是由这个泉水汇聚而成的，泉水呢时常保持在18度左右，但是这个青蛙蛙叫呢，要这个水温24度左右。从这个角度解释了一下青蛙为什么不叫，也解释了一下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水蛇，因为水蛇冬天要冬眠嘛，18度温度太高了，冬眠不了。大家看这个大明湖里面是没有游船的，没有那种脚踏船呀、电瓶船呀，只有坐这个游客的船呀，就是很多人一起坐这个船，然后在湖里面游玩，可以上中间那个岛去玩一下，25块钱的船票，上去看一看。哎呀，这个船还是这个造型呢，游船画舫，湖光山色，船里面还挺大呀。去后面看一下。这样子的，找个地方坐吧。在地下停，整个小岛在地下停岛。已经上岛了。大明湖的水特别浅，最深的地方才5米，其他地方都是2、3米啊。岛上特别的小，1分钟就可以转一圈，而且岛上种了很多柳树。当时乾隆皇帝也来过啊，在这里住过2晚。当时他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还有一个立夏亭也比较有名，这3个字就是乾隆皇帝当时在这住的时候写的，现在刻到石碑上了。这里有个对联写的海佑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这是杜甫写的一首诗，就是说济南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名人。这就是立夏亭啊，文人墨客就在这亭子里面写诗赏景。济南名士多，
济南最有名的名士就是辛弃疾和李清照。辛弃疾是豪放派的诗人，李清照是婉约派的诗人，他们都是济南的。大家还知道哪些济南名士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东济南。济南又被称作泉城，泉水的泉，因为这个城市有好多的天然山泉水，就从这地底下涌上来的。这里就是一个取水点，这个地方叫白石泉。你看，当地很多人拿着矿泉水桶，拿着各种瓶子罐子来这里取水。打满水了就滴回家了，免费的取水点。这都是天然的泉水，你看济南这个护城河里面流的全部都是泉水，清澈见底。这边也有取水点，你看拿着小车过来取水，这个叫黑虎泉。这里有5个取水点，这样直接流下来的。拿着桶来打，太小了这瓶子。这太小了，没事。拿个大的我拿不了，它太沉了。拿个大的来顶用。不是大的我拿不了，摇不起。啊，拿个小推车嘛。拿小推车去不了，太沉了。我也没敢背小推高。应该拿个这个小车，打好水以后直接就拖走了。这个黑虎泉的水可以直接喝的，啊，特别清凉。这个取水点叫黑虎泉，它是仅次于趵突泉的，在济南排第2名。以前的人都是在这池子里面取水的，拿着各种桶，直接就跳在这池子里啊。这有3个出水口。后来为了美化环境啊，就是这个市容市貌嘛，这里就不让取水了。然后政府呢把水引到那边去，然后在这里拿着桶啊什么来这里打水。这边的水是没有经过处理的，就是天然的矿泉水。你看在这里呢有一个喝水点，这个是经过过滤的，一按这个就可以喝了。好喝吗师傅？甜吗？甜，好喝。这个直接按开直饮水啊，就跟撒尿似的。在这里打水也不错吧？这个习惯已经延续上千年了。济南有72名泉，黑虎泉虽然排第2名，但是这个黑虎泉更亲民，就是当地老百姓啊都来这里取水。第1名的趵突泉，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景点，需要收门票的，反而没有人去那边取水。黑虎泉就是从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的，就是现在保护起来了，这里有玻璃给它隔住了。这个洞高2米，这个泉水深是3米。现在隔着玻璃可以看一下里面啊，看看这个泉水里面是什么样的，扔了很多硬币啊。这个黑虎泉的出水量非常大，这里是3个虎头，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，下面有那个管道，这里面还养着金鱼呢。水没有多深，从这里就汇入那个护城河了。护城河上面可以走船，以前这边都是有城墙的，现在都拆了，光留下一个城楼，就这个解放阁。这就是以前的济南城墙。到这个城楼下面了，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城墙的地方，现在都拆了，改成马路了。解放战争的时候，最先从这个地方突破的，然后解放军就进城解放济南了。现在上这城楼上看一下，免费的。哇塞，解放阁上面的视野真好，太宽阔了，站在这上面看景才好呢。而且这个护城河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有刚才那个黑虎泉。据说以前是有很多当地人在这护城河里面游泳的，后来就不让在这里游了，然后集中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去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很多游客啊，就是影响这个城市形象，而且这里是个取水点嘛，你人在里面游泳也影响这个水的卫生和健康。基于这几种因素吧，就在那边修了一个游泳池，就把所有游泳的人集中到那边去了。这个方法也挺好，提升了城市的形象嘛。
最后再看看济南的城市景色吧。这个护城河，以前这边是城墙，这是城内，这是城外。现在城外盖的各种高楼大厦，那个土豪金大楼，那边盖的像一个子弹一样那个楼，这就是城内。现在这里是宽厚里步行街，这个是世贸广场。世贸广场的后面就是大明湖，在黑虎泉的对面有一个白石泉。这里的泉水是从地底上冒出来的，看很多气泡从水里往外涌，因为它周边很多白色的石头，所以叫白石泉。这里也有很多人打水，从这里看得清楚，看那个白色的气泡啊，不断的从地底上涌起来。哇，这个气泡多，就这样子啊。但是这个泉水里面很多水草，当地人直接就在这里打了水，灌到水壶里就提走了。哎呀，灌了这么多。师傅，这个水要烧开喝还是直接喝呀？应该烧开喝。你们是怎么喝呀？烧开喝。烧开的哈。原来小的时候品着就喝。啊。赶了。小的时候能直接喝。我现在山东济南，济南有3大名胜。大明湖、趵突泉、千佛山，这就是著名的趵突泉了，也被叫做天下第一泉。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。门票20块钱，已经买好了，从这里进去啊。济南的泉水非常有名，济南又被称作泉城，有72名泉的说法，其中趵突泉就是排名第1的，第2是黑虎泉，然后还有百脉泉、珍珠泉。因为济南的泉水非常多，所以来了济南有一种到江南水乡的感觉啊。但这是北方城市，这里就是著名的趵突泉了，这里游客也是最多的，四周围全都是游客。看看这个著名的趵突泉啊，那边写的天下第一泉，这边写的趵突泉，这个是观澜阁。毛主席来的时候就在观澜阁那边看着泉水。这有3个泉眼啊，不断的往上翻，这个就是趵突泉，就是这么大一片池子啊。它为什么叫趵突泉？趵突的意思就是跳跃、奔突的意思，形容这个泉水喷涌不止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泉水涌起来高度不高啊，就像水烧开了一样，不停的翻浪花。在元代的时候，它涌起来很高，有1米多高。看后面观澜亭上面有一副对联，那个是元代诗人写的诗，写的3尺不消平地雪，40长吼半空雷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雪白的泉水啊，喷起来3尺高，3尺就是1米左右，40长吼半空雷，就是喷起来的这个泉水就像打雷一样，特别的响，那声音很大，就咕嘟咕嘟往上翻那个声音。通过元代诗人写的诗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趵突泉在元代那时候喷得非常高。那边还有一个对联，写的云雾润真画不住，波涛声震大明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画就是济南这边有个小山叫华山。云雾润真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冬天它不是结冰了吗？但是这个泉水是常年18度的，它喷涌出来以后，那个水蒸气弥漫在这个冰面上，连那个华山都挡住了。波涛声震大明湖，就是它这个形容水声啊，非常的大，在大明湖的时候都能听到它这个波涛翻滚的声音。现在趵突泉的泉水已经比古代小了很多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济南迟迟不建地铁。最近这2年建好地铁呢，也是远离这个泉水，建在那个郊区啊很远的地方，就是要保护这个地下泉水啊。如果哪一天济南没有泉水了，那这个城市也就失去灵魂了。所以要保护好这些泉水啊。再说一下，它为什么被称作天下第一泉，是因为当时乾隆皇帝来了以后啊，乾隆本来是带着北京玉泉山的水的。他来这里尝了趵突泉的泉水，他就说这个泉水比玉泉山的水要好喝，真是天下第一泉啊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碑，这个是康熙先来的，康熙来了以后写了激湍2个字，形容这个泉水很激流很湍急。后来乾隆来了，在他这个碑的后面也写了一首诗。乾隆是来了2次，第2次来的时候
山东这边是大旱，乾隆就带领这边的文武百官和百姓祈雨。果然呢，这个有求必应，下了3天3夜的大雨啊，这个趵突泉就重新喷涌了。这后面记的就是这件事。以上这就是趵突泉的故事啊。到这里一定要合张影啊，再去别的地方转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济南，济南有3大名胜：趵突泉、大明湖，还有千佛山。现在就进千佛山里面看看啊，名头很大。爬到半山腰了，这风景不错吧？视野很开阔。门票是30块钱，周一和周五是半价，15块钱。我今天没来对啊，今天是礼拜6，全价。后面那个铁杆是干嘛用的？那么高，还要继续往上爬，好累呀！现在先锻炼一下，过几天再去爬泰山。走，到山顶了，好晒呀！山顶有一个亭子，这里视线真好。这山上没有卖水的地方啊。看这个风景啊，视野太好了。停这里看一看，唯一有遮阳的地方，能看到整个济南市区啊！哇塞，那里还有一个更高的地方，到那个地方看一看，那里人少啊。现在好渴呀，但是上面不卖水，我也是醉了。山顶的视野太好了，就是有点晒啊，我打个雨伞，可以看到济南的全城，可以看到济南真的是高楼林立啊，密密麻麻的盖的，全是各种房子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明湖。就是这个地方，这土豪金大楼的后面就是大明湖，在远处这个蓝色的，这是黄河。天气好的时候才可以看到黄河。这个是济南第1高楼，像一个食指一样啊。看到这个济南美景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千佛山能和大明湖、趵突泉并列成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了。历史上的济南指的就是大明湖这一小片范围。可以看到，现在济南的规模比以前大了10倍都不止啊！济南现在是往东和往西2个方向发展。往东那边现在最火的是融创乐园，刚开业的，经常在抖音能刷到。为什么济南不往南和北发展？因为南北方向受限了。比如说北边黄河那里，因为黄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，历史上这个黄河好几次都改道了。往南都改到淮河去入海了，所以不能靠近黄河太近。黄河而且是一个地上河，就是那个水位啊比这个城区还要高，只要有一个缺口，那个水就会哗哗哗冲过来。再往南发展的话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里，就是千佛山。大家往南边看一下，全都是大山，根本没有地方再发展了。现在能盖房的那些山谷里面，已经全都盖了房子了，密密麻麻的。再盖房子就只能往这山上盖了。所以南北方向受限了以后，济南就只能往东和西2个方向发展了。所以现在济南的形状是长条形的，沿着黄河特别长啊，而且只在黄河的这一边。再一个就是济南的地铁，地铁都绕开中心城区大明湖这一片了。它都修在这个郊区的地方，因为大明湖那一片水系特别发达，他怕修了地铁以后影响这个济南的地下水。济南被称作泉城，老城区里面是有很多这个泉眼的，所以济南的地铁都在郊区呢。千佛山在古时候叫骊山，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因为跟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舜有关，就是尧舜禹那个舜。史书上记载，舜曾经在骊山脚下耕种，他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，而且工作能力很强，只要有他工作的地方，就能很快的发展起来。尧为了考察舜的人品和能力，还把他的2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。
现在济南城还有很多跟舜有关的历史遗迹和地名。济南有一个历下区、历城区，这就是历山之下的意思。再给大家看一个舜跟济南有关的地方，这个里是舜井。传说这井里面以前有个龙，经常危害四方，发洪水嘛。舜听说以后，就把它镇压在这个井里面了。这里面现在有铁链子啊，把蛟龙拴住啊，镇压在里面。井口的四周围用石头把这个故事雕出来了。然后历代的文人墨客来这里也写过诗啊，乾隆皇帝都来过这里。这就是舜井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济南。济南是著名的泉城，有72名泉的说法。刚从趵突泉出来啊，趵突泉是排第1的，排第2的是黑虎泉。这2个泉都带大家看了一遍，再去别的泉水看一下，也很有意思。趵突泉的北门就是五龙潭，这里也是一个著名的泉水，有5条巨龙立在门口，下雨的时候龙嘴里面就会喷水出来，叫做五龙吐水。这就是五龙潭了，环境非常的美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唐代大将军秦琼的故居。前面这个潭水本来是一片平地，有一天晚上就是电闪雷鸣，下了场大暴雨。早上起来看的时候呢，这地就塌陷下去了，深不见底。然后这个上面被雨水填满了，传说是有5条龙藏在这水底的，这就是一夜沉冤的故事。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只要碰到这个天旱的时候，就过来祈雨，还挺灵验的。慢慢的这个名气就大了嘛，当地的政府就在这潭边盖了那个五龙庙，供奉这5条龙啊。后来这个地方就被叫做五龙潭了。五龙潭里的鱼好多呀，红的黑的，可以喂鱼。看这边也更多，真棒啊！在这边还可以在池子里玩，打水仗、泡泡脚，泉水泡脚啊。这个是72名泉之一的浊阴泉，也叫做王府池子。以前是济南人游泳的地方啊，现在也没有人游泳了。以前老人小孩都在里头游呢，光屁股小孩，老头就站在这栏杆这里往进跳水啊。这个水深2米，可以看到水中那个气泡，水就是从地底下涌起来的，这也是泉水。这么热的天，跳进去游个泳就好了。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地理位置很好。为什么叫浊阴泉？因为它是取自那个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浊我阴，这个意思。在这小巷子里面还隐藏着一个泉，这可能是济南72名泉里面最小的一个泉了，叫藤椒泉，就是这个，这么小呢。这个藤椒泉3个字是道光年间一个举人写上去的。现在到珍珠泉了，因为这个泉水涌出来的气泡在光的照射下就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，所以叫做珍珠泉。以前这个珍珠泉是在政府大院里呢，一般人进不去，现在也放开了，普通人都可以进来玩的。泉水特别清澈，而且还养了好多鱼呀，很多锦鲤。大家看看这个地方，没想到济南也有这种小桥流水的感觉啊，全都得益于济南这边的泉水。泉水真的是太丰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东济南，刚起床，打算吃个早饭去。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啊，消费还是挺高的。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，在济南一天要花多少钱。走，早上简简单单吃个早餐，营养早餐，蛋炒饭、豆腐、鸡腿、南瓜粥。鸡腿4块5，豆腐4块，一共是13块。怎么样？营养早餐？每天的消费就是吃饭加住宿。今天住在7天，7天是个快捷酒店嘛。我住的这个是特价房，99块钱一天，一个大床还可以吧，我一个人住。
我一般出来住宿都是100块钱以内，很少超100块钱，因为一个人没必要住的太贵，节省旅费嘛。它这个位置就在2环边上呢，晚上有点吵啊。这个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这里坐车比较方便，而且楼下很多小吃店。住宿就是这样了。中午了，该吃饭了。我一般都是吃快餐的，快餐里面菜品丰富啊，而且还便宜。济南很多这个超一星，价格很实惠的，进去看看啊。快餐非常多，有荤有素，米饭还有鸡腿、把子肉。济南人爱吃把子肉啊，还有豆皮，这是豆卷。再来一个鸡腿吧。午饭好了，一个豆腐，一个鸡腿，还有个鸡肉，米饭，看看花了多少钱？17块钱。鸡腿是4块5一个，价格还可以吧，挺亲民的。米汤是免费的。这个鸡丁肉量很足啊。这就是我一顿午饭。现在人不是很多，还没到饭点呢。本来想买个夏天的衣服，去优衣库转了一圈没买到，因为优衣库都是小号没大号，它最大的是1个叉的，我要至少穿2个叉的。后来没办法，又去李宁转了一圈，买了个 T 恤299，然后又配了个裤子，也是299，一共花了598。现在买衣服好贵呀，都不打折的，原价卖。我之前还是穿的这种裤子呢，这是棉的，现在穿好热呀，所以要买一个新裤子。济南特别热的，现在这个裤子我就扔了吧。好多人说我不换衣服啊，因为我没有换洗衣服，买个新的我就把旧的扔了。裤子也扔了，然后 T 恤我也扔了，走了。穿上新衣服了，哇，感觉也很不错啊。过2天再买双鞋吧。这里有人在唱歌啊，泉城路步行街，恒隆广场，这边夜市很热闹，那边是芙蓉街美食街了。我不去那边了，里面好多人呢。去这里吃个晚饭吧，有个喜家德水饺，在东北的时候也很多这个水饺店。那边有个楼很有特点，那是济南最高楼吧，应该是360多米啊。晚上灯光很漂亮，像子弹一样要发射了。吃个饺子，看着人还挺多的。这家饺子店我在东北时候就吃过，服务比较好，也干净卫生。我点了一个招牌的虾仁水饺，27块钱，还有一个凉拌的豆花，这个10块钱，一共消费37，有点小贵呀。现在9点多啦，客人还挺多。不过他家这个环境倒是挺好的，也值这个钱。大家觉得济南的消费怎么样？除了我买衣服的这个钱，就是吃饭住宿加旅游景点、买水、坐车，差不多花200多吧，不到300块钱。这个消费高吗？